2024年头4个月，马来西亚哪一款电动车卖得最好？那我们的 JPJ 陆路交通管理局已经刚刚 update 了最新的资料，就是多少辆车子注册。因为只有注册上路的这个 data 才是最真实的。有时候车商报讲他收到多少个 booking， 从 booking 到 registration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中间很多的起伏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干货的一个数据来的。所以排在第5名的呢，就是这个BYD Dolphin， 就是一个马币大概100千起的电动车，它卖了605台。然后第4名的是 BYD Seal， 它卖了840台。那因为它是一个2024年2月份才推出的车子，所以在4月结束前可以有840，算是不错了的。然后第3个就是在去年11月底才交车的 Tesla Model 3， 有862台，排在第3名。然后第2名呢就是 BYD Atto 3，也是在1-2年前推出的车子，但是在头4个月它还是卖了1118辆，排在 number 2，它的售价大概在150千左右。然后第1名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啦。那这边插播一则资讯，从2023年12月1号开始到2024年底，马来西亚公民持马来西亚护照可以免签到中国旅行不超过15天。可是在3个礼拜前，这个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宣布延长到2025年底。那如果你到了中国，你手机的 data roaming 用完，你要看 Google， 你要看 Gmail、WhatsApp、Facebook、Instagram，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使用 Surfshark VPN。 那什么是 Surfshark VPN？ 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，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。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，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。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-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，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，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，更加安全。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，绕过限制，突破围墙，浏览更多内容。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，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。它适用于 macOS、Windows、iOS、Android、Chrome、Firefox、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。通过以下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，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取得独家优惠和4个月的免费使用期。第1名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啦，就是你可能也猜到了，它就是 Tesla Model Y， 它卖了1138辆。在数据上是比 Atto 3多了20辆啦。然后 Model Y 最新的售价是从马币191千起。那从这个 Top 5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卖的最便宜的 BYD Dolphin 排在了第5位，所以它跟燃油车那边是完全不同。因为在燃油车你可以看到最便宜的车子像 Beza、Asia、Saga、Myvi 都是占据了这个 Top 4或者 Top 5的位置。可是电动车就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因为我们说 Model Y、Atto 3、Model 3 Seal 都比 Dolphin 还要来得贵。那讲完了前面5名之后呢，我们就来顺便看一下排行榜。就是第6名呢，就是 Chery Omoda E5， 就是一个纯电版本的 Omoda 5， 它也卖了244台，这个也是有一点 out of the expectation 因为大家知道奇瑞在中国有一个叫奇瑞新能源，那算是另外一家公司，它卖了奇瑞 QQ 和一些很可爱的电动车。但是在中国国内这种 BC segment 的电动车，奇瑞不是它的擅长的地方。可是在马来西亚一卖，我们说是全世界头几个卖我们的 E5 的国家都可以卖这个数量。然后第7名呢，就是刚刚宣布降价2万块的 Smart #1， 之前是从189千起，现在是169千。所以 Smart #1 呢就卖了202台，严格来讲是注册了202台。那相信随着它调整价格之后，这个 sales 应该会回来啦。然后第8名的就是 GWM Aura， 但这边没有注明是 Aura 03还是 Aura 07啦。可是因为考量到07才推出不久，所以这个145台第8名应该是Aura Good Kid，后来改名叫 Aura 03的车子贡献的销量。那有趣的是，从第9名开始呢，这个电动车的售价就大概在马币40万、50万以上。BMW i7 121台，第10名是 Porsche Taycan 112台，
注册了112台啊。然后第11名 BMW i5 106台，第12名 BMW iX 100台。那讲到 iX 就非常有意思了，虽然你看它2024年头4个月只卖了100台，但是我们来看它是马来西亚从2020年1月份开始这5年里面的第3名，因为它一推出的那一年就卖了976。2023 1467，只是在2024年下到100辆，所以它多的是2543辆注册了的，是排在第3名，仅次于 Atto 3跟 Model 3。iX 下来就是排在第13名的 Lotus Electra。那Lotus Electra 也是一个非常大批的黑马，因为我上一次介绍 Electra 的时候呢，它已经不是从500千起了，因为他们大概是从600千起。600到700千，他注册了80辆，拉班不入80辆，他甚至还多过 C40 68辆，他也多过 EQA、EQB、EQE、EQS。然后当然我知道，因为我 po 了一个短片过后，网上很多人就问嘛，有很多比如说是 MG 啊，为什么 MG听讲这个销量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卖得很好，为什么我没有提到？因为它是2024年3月27号才正式发布，这个数据是算前面4个月而已，所以它这边的 data 是只有39台而已，不多啦。然后 Neta V 所谓的哪吒呢？哪吒是46台 ，EQA 是48台。当然我影片的长度我不可能全部都一个一个讲出来，不过主要是给大家可以透过前面10名的这个 data。还有人问奥迪的话，因为去年卖的比较多，今年就比较放缓了。我相信这个跟德国有关系了，因为你货标出来，这边卖了也交不到货，这样子的意思啦。榜上非常有趣的就是呢，你会观察到这个 Model Y 跟 Atto 3，就是今年头4个月的第1名跟第2名啦，他们都卖了超过1000辆。然后这2台车子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一个 C segment 的 SUV。然后 Model 3跟 Seal 都是一个房车，比较不方便，空间比较小的房车。Dolphin 是一个小车 ，E5 是一个 B segment SUV，Smart Hatchback 也是一个 SUV，Aura 是一个小车呀，所以总的来讲还是 SUV 的电动车会比较有吸引力。那我们回顾从2020年1月份到现在，马来西亚已经注册了的电动车最多肯定还是 BYD 的 Atto 3。它一共有4308辆，就占了马来西亚这5年里面电动车的 18.7%。然后第2名就是 Tesla Model 3。那因为 Model 3是去年11月到12月才蹦上来，然后今年这个 Model Y 虽然是去年就定，可是他们是算 JBJ 注册啊，所以是差不多2023年的过了农历新年过后2-3月才开始交车，所以它的销量会比较上。所以我讲 Model 3在今年卖1000多辆，不是代表马路上只有1000多辆，只是说2024年 January、February、March 跟 April 的 Model 3的这个销量这样子的注册量。所以这个 JBJ 提供的已经注册了的数目字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啦，至少在 JBJ 那边啦，因为你知道商家他可能说了5000个 booking， 到最后注册的可能只有1000个 booking， 我们不知道，因为还是根据注册为准，因为注册就代表你已经还了路税，那个车子上路，而不是 park 在你的 showroom、park 在你的 car park、park 在你的 warehouse。所以整体电动车的销量呢，截至4月30号呢是注册了6234台，那整个2023年是13144台。给我们倒回去了，2022年一整年注册了3017，2023年13144，然后2024年的头4个月，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就6234台，差不多接近去年的一半，而且只是4个月哈。不是6个月啊，所以照这个趋势来看下去的话，今年肯定还是会比去年还要来得多。所以我们讲回去年2023年13144台，马来西亚一整年的那个 total volume 大概70.7万辆，所以这个13000辆跟那个70万辆有没有10%？都没有到10%，是非常非常小罢了。所以你说它会威胁到燃油车市场吗？至少在150千以内的燃油车是安全的啦，它主要 hit 到，它主要影响到的就是20万到30万的这个价位是深受电动车的其害，
深受电动车的伤害，因为它没有 excise duty， 没有 import duty， 甚至也没有 road tax。如果有些 CKD 的像 EQS 跟 C40、XC40 Recharge， 甚至连 SST 都没有，所以这个就可以透过电动车的销量，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市场慢归慢，但是至少它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数据，可以给大家来参考这样子啦。所以呀，今天这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整个趋势，因为你说你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留言，你会觉得没有人会买电动车的啦。谁要买电动车又没有二手价，换个电池又很贵，但你实际上看过数字过后，你就发现到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，人民的接受度还是有在那边，毕竟政府现在还是 control 100千以内不能卖，就是100千以内的价格只有2个国产品牌能够卖电动车。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们在底下讨论，记得文明交流，文明留言，我们不要针锋相对就可以讨论，反正这些都是 facts and figure 数据数字来的 ，right？ OK。